我的未婚夫出征回来了，他带回来一个女子，女子穿着红色长衫，腰间系着弯刀，自城门打马而来，张扬艳丽，像极了春日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。原来宁真喜欢的姑娘是这样。他暴毙看着我，挑了挑眉，语气听不出喜怒，而宁真只无奈瞥了他一眼。儿时诺言做不得数，好一个儿时诺言做不得数！我等了他3年，却等来了这句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宁真从边关回来了，闻言第一时间我就去宁府找他，却被告知他和颜姑娘去马场。我又跑去了马场，只看见2人骑马追赶那只逃窜的兔子。他们笑声爽朗，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初见宁真的时候。他们很默契，带着别人融不进的氛围，还时不时相视一笑。那只逃窜的兔子跳到了我的面前，然后长箭射出，将那兔子定在原地，血染红了它的白色皮毛，还没来得及挣扎，便没了动静。我愣愣看着那只兔子，抬眼便与宁真的目光对上。容熙，宁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翻身下马。你怎么来了？他下意识看了身边女子一眼。我看向他身边的人，颤抖着声音问：他是谁？我设想过很多次我们重逢的场景，我会问他这些年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受伤，或者告诉他这些年我很想他，又或是大哭一场。可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，用质问的口吻问他身边出现的女人是谁。可不该是这样的。话落，我泪眼婆娑。可宁真没有如之前一般哄着我，替我擦眼泪，她只是冷着脸看我，然后道：3年了，很多事情都是会变的。是的，3年了。我擦干眼泪，抬眼细细看着面前的男人，眼里的眷恋几乎要溢出来。他壮了很多，也黑了很多，眉骨处多了一条小拇指长的疤，浑身气质变得冷冽，多年征战让他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少年。我小声道：可是我等了你3年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我却觉得他离我极远，我迫切地想打破这种氛围，急急伸手拉住他的衣摆。宁真，你忘了你说？宁真抬头没有看我，只是对身边小厮道：送容姑娘回去。我话停在嘴边，不知道要怎样说出口，明明是他说回来就会娶我。原来宁真没有忘，只是时间久远，他的心意已然有变。他始终没有告诉我那个颜姑娘是谁。我回身看着2人在说什么，那姑娘恼怒地瞪着他，而宁真笑着凑近，伸手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无比亲密又无比刺眼。心脏忽然传来密密麻麻的疼，烈日照得我几乎要昏厥过去，一阵阵的疼。昏迷前，我听见小厮的惊呼：容姑娘！然后下一刻就落入了一个带着兰花幽香的怀抱。我伸手死死抓住他的袖口，嘴里的宁真2字却叫不出声。我哥常说人不应该犯贱，早年他喜欢一个姑娘，甚至为了她要解除儿时定下的婚约，掏心掏肺对这个姑娘好，除了对我，我还从未见他对谁那么上心。我娘说他满脑子情情爱爱，成不了事他也不在意，甚至偷家里的玉如意送给那姑娘。被我爹好一顿揍，他也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而后姑娘收了他的东西，转身便嫁给了别人。为此他去那人家里要求见他一面，却被人赶了出去。然后他一蹶不振，接受了家里的安排，和那自小定下的姑娘成了婚。这2年似乎有所收敛。后来那姑娘丈夫意外落马死了，又来找我哥。我哥到底说不出难听的话，却也没有理他。他说人要有点自尊心，不能他回来了找你收拾烂摊子，你去屁颠屁颠去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没错。我娘对我们俩都是恨铁不成钢，宁真出征，我为了等他，对家里安排的婚事里都不理，闹大了甚至说出家为尼。我娘捂着心口，抹着眼泪。我生的孩，一个个满脑子情爱，真就重要到非那人不可吗？我倔得不行，固执道，除了宁真都不行。他们对我也没辙，如今宁真回来，他们也算松了一口气。我娘催着我爹，连夜将我的庚帖送到了宁真府上。我知道这件事时，已经是第2日午时。那日我倒下，昏迷了许久，浑浑噩噩，做了很多噩梦。醒来时便看见我哥我娘守在床边，眼眶通红。玉珠扶起我，看着我的目光很是担忧。宁真他退回了你的庚帖。
我娘开口，她憋着一口气，疏通不出。我脑袋懵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娘面色不佳，然后又道：宁真如今风光了，是大将军，怕不是已经看不上我们这些小门小户。我看着玉珠，用眼神询问她这是怎么回事。她摇摇头，才小声道：昨夜将军亲自去送庚帖，想谈谈小姐和那人的婚事。她犹豫了一会，才道：庚帖今早被退回了。我愣了愣，然后眼睛一红，又看向我哥。荣安目光担忧，安抚地看我一眼，用口型道：没事，别担心。我爹做官数年，为人刚正，一身清白正直，是皇帝的老师，谁人见他都要给2分薄面。可如今为了我，面子被人这样踩下。我翻身下了床，不顾众人呼喊，跑出了府，一路朝宁府上去。我敲了许久的门都没有人开，门内的下人只道：将军不在，姑娘请回吧。我不甘心，藏在石狮子后面的台阶。行人来往，不经意瞧上我一眼，我都觉得难堪。直到夜里，宁真才姗姗来迟，她手里牵着那严姑娘的手。我从石狮子后面站起，许是蹲太久了，站起的瞬间，我脑袋一阵眩晕。她看着我，只是愣了愣，眯眼道：你怎么来了？我垂眼看着他们相交的手。她就是你喜欢的姑娘？她身边的英姿飒爽的姑娘歪头打量了我一眼，然后笑了笑：挺漂亮的。宁真无奈瞥她一眼，闪过一丝笑意，语气带着淡淡宠溺：别闹。她又看向我：还有事吗？这句话让我冷得浑身打颤。我看着她，问道：你退了我的庚帖？她看着我，然后点头：是。我点点头，还想问什么，可为了维护我微薄的自尊，我只是挺直了几倍，然后看着宁真的眼睛：宁真，今日之事是我叨扰，日后不会了。我转身离开之际，身后女子拉住我的手，她很漂亮，眉眼处有一大片疤，像大片艳丽的映山红。她替我整理了歪掉的发髻，朝我笑了笑，然后道：发髻歪了，这样才漂亮。霎时我对她生不起一丝恶感。谢谢，我小声道。转过街角，我看见我哥在街头等我，莫名的委屈涌上心头，我没忍住落下泪来，小声喊道：哥。他无奈看我一眼，然后牵着我的手腕：哥哥带你回家。家里灯火通明，我爹我娘都没有睡觉，坐在大厅。我爹拿着书，眉头却紧锁着，桌上的饭菜还有些热，他们目光担忧，见我回来才悠悠叹气：荣熙，过来吃饭。我爹叫我。玉珠给我盛饭，气氛一时有些压抑。见到宁真了？我爹问我。我点点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放下筷子，只道：荣熙，你自幼我便送你去读书写字，是让你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不是让你眼里只有宁真一人，而你的眼里也不该只有宁真一人。你看看这些年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点点头，声音哽咽：对不起爹爹。这些年我干了什么？我也在想，我日日在佛堂祈福，祈祷宁真平平安安。我和我娘使性子，不愿意嫁人，也不愿意去结识别的好男儿。我看不见我娘白了的头发，听不见京城的人说太傅之女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。我自幼便身体不好，许是郁结于心，又逢大雨，天气变凉。自那日后，我便生了一场大病，这大病几乎要了我半条命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看见身边有个黑衣男子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小声喊我的名字：西西，你快好起来吧。我不知道那人是谁，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只闻见淡淡的兰花香。混混沌沌间，我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了儿时的学堂上的朗朗书声，梦见京城热闹的十里长街，梦见不归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醒来只如大梦一场，我哥守在我的身边，面容憔悴，眼里带着红血丝。我朝他伸手，他却用力拍开，一个大男人，又哭又笑。你吓死哥哥了。我朝他笑了下，伸手扯了扯他的衣摆，轻声撒娇：我没事。我娘和我爹也轮番来看我，我娘抱着我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朝他笑，安抚道：阿娘，我没事。仅此一次，我便知这些年我错过了什么。我娘抱着我，到了夜里都不曾离去。我娘问我：西西，你到底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过什么样的日子？我想了想，才道：
像爹爹和娘亲这样的。爹爹没有妾室，我和哥哥没有乱七八糟的嫡子庶子之争，相夫教子，安安稳稳的日子。我娘叹了一口气，悠悠道：这样的男人娘给你找一个，咱们念着宁真了好不好？我愣了愣，好半天才点头。我娘说，我和宁真的缘分是孽缘。彼时宁真还不是如今风光无限的宁将军，他那时还是平南王府小世子，京城出了名的浪荡子。他爹的封号与楚一家的不同，他爹的封号是实打实的功绩换来的。遇见宁真那日，我随玉珠在芙蓉绣坊买新出的布匹，刚出门便被宁真拉上了马，而身后便是他爹气急败坏的声音：死小子，你今天要是回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突如其来的这一下吓得我尖叫出声，他伸手捂着我的嘴，带着笑意的声音随着风声响起：荣家小娘子得罪了。她生了一双含情的桃花眼，很漂亮，我窝在她的怀里，只能看见她凌厉的下颌线，还有微微凸起的喉结。她轻笑一声，低头看我：荣家小娘子，你怕不怕？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出了城门，她速度降下来了，翻身下了马，牵着马绳慢悠悠地走。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人，只红着脸看着她的侧脸。她回头朝我笑道，问我：荣家小娘子，你要不要学骑马？我红着脸只道：我哥说不让我和你玩。她愣了愣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待她笑够了，仰着头看我，轻声带着诱哄的语气同我道：那你偷偷和我玩好不好？不让你哥知道。我哥确实说过让我不要和他们玩，那时我随着他一起在学堂念书，他再三叮嘱过我，隔壁书院郑夫子的学堂，那个叫宁真和楚意，不要和他们玩。我用力点点头，然后才问为什么。我哥想也没想，他们不是好人。如今想起，我只觉得我应该听我哥的话。我始终没有学会骑马，他在身后拥着我，那马儿跑得飞快，耳边是阵阵风声。少年人精瘦的胸膛传来心跳，我小心抓着马绳，看见了广袤无垠的草地，还有逐渐下沉的落日。若问我是如何对宁真动心的，或许便是这时，我看见了在闺阁少见的风景，还有那自由像风的少年郎。就像做了一场美梦，我对我娘说：娘，我不念着他了。我想到病重时一遍一遍祈祷我好起来的男人，将头埋在我娘的脖颈。我知道那人是宁真，我甚至想过我们之间就像画本子里写的那样，他有难言之隐，为了保护我才对我冷眼相待。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不管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他都不该这样对我。天气转好，我的病也总算好起来，我娘就开始热热闹闹地请了京中士林公子同我在望仙酒楼见面。每当拒绝的话到嘴边，我娘就开始抹着眼泪。一日见3个，我娘眼光好，挑的个个都是模样俊俏的。那日我在望仙楼见的第3个男人是安王府的小王爷楚意。彼时已是落日时分，他靠在望仙楼窗边，百无聊赖看着街上来往人流。看见他那瞬间，我愣了愣，我同他是有些渊源的，自小相识，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是隐约记得相处不太友好。看见我的那瞬间，他朝我挑了眉，自来熟的口吻朝我道：是你啊。他伸手指着对面桌椅，随便坐，然后例行公事一般瘫在凳子上，一派漂亮草包样，把玩着自己漂亮的手，漫不经心道：我家条件你也知道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若想风光做诰命夫人，估计没有指望。我爹虽有王爷名头，但是实权没有，不过我家商铺多，还算有钱。我嘛，读书不行，武功也不行，也没有个一官半职，但是我长得不错。他朝我弯起漂亮眼睛：你不吃亏。我视线忍不住在他手上停留，很漂亮的一双手，指节修长，白皙的甚至可以看出骨节处透出的粉色。他忽地靠近，漂亮的脸放大：你为什么盯着我看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皱眉，此人真是好生厚脸皮，让人看着厌烦。于是索性将视线移到窗外，晚风吹来，带着几分凉意。下面是人来人往街边贩子做生意的声音，而我的视线却落在了下面停留在簪子摊旁的一对男女身上。玉珠担忧地看我一眼，将手搭上我的背，安抚道：小姐。楚意凑过来，顺着我的目光看下去，眼里笑意盎然，看见老情人带着新情人。我瞪他一眼，只觉得这个人好烦，
他像是碰见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，拉着我就往楼下去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便半推半就地下了楼。他牵着我的手腕，站在酒楼门口，笑眯眯朝他打招呼。宁真。宁真和那女子转头，那名烟姑娘讶异看了我和楚逸一眼，然后就淡淡收回了视线。宁真手里还拿着一只漂亮的红梅簪子，极配那姑娘的红衣。她看了我一眼，眼里看不清情绪。我脑子在那瞬间变得空白，突然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场景。下一秒，楚逸将我拉近，然后小声道：“你今天很漂亮，挺直腰，不要怕。”我下意识听了他的话，挺直腰，下巴也微微扬起。好久不见，宁真对楚逸道，视线停留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你们？楚逸笑眯眯地回答，我们和你们一样，出来逛逛。我点点头，回道是，然后又朝宁真笑笑。父亲不知我与楚逸早已经情投意合，才会误将庚帖送入你的府上，闹了一场乌龙，真是对不住了，宁将军别放心上。宁真手指微微捏紧，然后轻轻笑了下，淡声开口，既是误会，我便不会放在心上。他弯腰拱手道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。临别时，他身边的严姑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带着淡淡不解和一丝怜悯，只一眼，我便觉得我的伪装被戳破，让我平白生出几分难堪。楚逸笑脸渐渐消失，似乎觉得有些无趣，他凑近我，在我耳边小声道，现在已经不流行这套了，这种腻腻糊糊缠缠绵绵的互相伤害了。我奇怪看他一眼，不解他的话中意。楚逸又道，你应该甩他几个大耳光，告诉他老娘没你也过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。楚逸绘声绘色道，你就这样，下次你看见他，你就找人给他打一顿。闻言，我一边觉得有些奇怪，一边又觉得他说的对。我用力甩开楚逸的手，将他推远了点，颇有些嫌弃，正色道，男女授受不亲。笑话，我名门闺秀，是断断不会做这种行径。楚逸自那次后，往太师府又送了几卷书，我随意翻看几本，首页赫然写着汉妇难逃，村长对我旧情难忘。恶俗，玉珠在我身后小声吐槽了句。和离后，王爷悔不当初。我翻看两本，大致内容都是男主公对女主人公很是不好，女主人公愤然觉醒，自立自强，然后嫁给了多金俊俏的另一个主人公。我想到了我和宁真，可故事到底是故事，宁真的眼里我已经看不任何情意，他不喜欢我了，我不纠缠，他或许还会高兴于我的识趣。我娘依旧每日热衷于安排我和那些公子见面，她想让我别再挂念宁真了，而她嘴里放下一个人的方式，就是和另一个人在一起。楚逸每日都约我去望仙楼，他很诚实地告诉我，他是为了应付他娘。我倒是不介意，我来见楚逸也是为了应付我娘。外界都说我们看对眼了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对面男人抱着画本子边嗑瓜子看得起劲，我就啃着猪蹄在包间练字绣花。几日下来，我脸上肉眼可见胖了一圈。楚逸抬头看我，随口问了一句，你看不看？我低头扫一眼书名，将军的农妇妻，然后冷哼一声，我爹不让我看这类书，而且画本子多是些闺阁女子看的，他一个男人怎么就爱看这种？他看书很快，几乎不到一个时辰，手里的书就翻到底了。他含笑的眼睛看着我，一眨不眨。蓦地，我有些心虚。他斩钉截铁，我送你的画本子，你看完了？我摇头否认，我没有。楚逸没有说话，低头翻着手里的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包间里只剩下翻书的声音。他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你觉得赫连觉如何？我想也没想，不够爱女主人公。话落，我愣了愣，回过神来，对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睛，我就知道你看过。我满脸通红，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，但还是镇定道，大致翻了翻。楚逸笑起来，大家是不是都是旁观者清？我唇角抿起，是的，因为宁真不够爱我，所以3年都不曾给我寄一封书信，因为他不够爱我，所以才会容易变心。我娘见楚逸每日都来找我，乐坏了，整日问我什么时候和楚逸定下来。那日楚逸送我回家，我娘就热心留下，她越看楚逸越是开心，拐弯抹角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成亲。楚逸笑得很具有欺骗性，半真半假道，蓉蓉同意我们就成亲。我娘夜里又来了我的房间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，
他抱着我，小声说道：“娘知道你放不下你宁真，可这宁真啊，不是个良人，更何况他现在不喜欢你。”他抹着眼泪：“娘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我嫁人了，嫁给了安王府小王爷楚义。”我哥看着我，摇头叹息：“我们果然不愧是兄妹。”我也觉得好笑，我和我哥的状况简直一模一样。那日十里红妆，炮竹声响彻街尾，热闹得不像话。我如提线木偶一般被人牵着进门，耳边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的声音很刺耳。然后楚一拉着我的手，将我牵进了婚房。我才恍恍惚惚间明白，是的，我成婚了，3书6聘，十里红妆，正妻之位。今年我20岁了，是个老姑娘了，也终于嫁人了。可我的新婚夫君不是宁真。楚一他上门提亲时对我说：“不过应付，你别多想。”我于是便没有思索，点了头。我想到了我阿爹阿娘，想到了被人非议的日子。楚一是个良人，可惜不喜欢姑娘，只喜欢看画本、写画本。嫁人应嫁如意郎君，可人生又不能事事如意。我不等你了，宁真。新婚当夜，楚一喝得醉醺醺才回来，坐在床边上，盯着我的脸瞧。他带着醉意的声音响起，喊我的名字：“荣熙。”我在。我轻声回应，陌生的床榻让我难以入睡。他低声笑了笑，像是止不住一般，然后道：“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，可那时候我没想过我日后的妻子会是你。”我不知他这话是何意，坐起身看着他，烛火摇曳，也他面容清俊，眼神有些迷蒙。他说：“那时候我可讨厌你了。”我忍不住皱眉，小声辩驳：“胡说，旁人说我最讨人喜欢了。”他轻哼一声，然后瞅了我一眼，眼里的笑意溢出来了。我微微抬起下巴：“你讨厌我，那肯定是你的问题。”话落，我愣了愣，然后涨红了脸。平日我肯定是说不出这种话来，可对着楚意，我又控制不住自己。他给我倒了一杯酒，然后递给我：“今日大婚，喝个交杯酒。”我皱眉，有些不愿。楚意，是你说走个过场应付一下而已。他点头：“走个过场，你怕了。”我手指捏紧了衣摆，对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睛：“荣熙，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。”我愣了愣，接过，然后瞪他一眼，与他喝了这交杯酒。他的呼吸打在着我的脸上，眉眼染上几分醉意。“荣熙，你在宁真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”我愣了愣，然后摇头。他笑：“那就好。”满屋红色，我忽然想起，其实我和宁真也差点走到这一步了。16岁那年，平南王府出事前一夜，他敲开了我的窗户，彼时快要天明，他语气兴奋，问我要不要和他去玩。然后他带我出了城，去了不归山。等到第2日日出时，我看见了不归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宁真说，他今日会亲自上门提亲。穿着黑色长袍的少年，浑身上下带着骨子里少侠的飒爽英气，露出顽劣的笑，眼里却满是我一个人。他问我：“荣熙，你要不要嫁给我？”我红着脸，却没有回答，只道：“明年你若是还带我来看花，我就嫁给你。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平南王府谋逆，等宁真回家时，他爹已经下狱。又过了几日，不知是何原因，只留下了宁真。那日下着大雨，常常雷电划过苍穹。我从后门出去，跑去了平南王府。我从未觉得这条路如此之长。宁府门口的白绫湿哒哒的在雨中摇晃。我推开沉重府门，便看见宁真一身素白跪在大厅，门口放着一口棺材。他脸色苍白，回过头来，隔着雨幕，我看见他红着眼睛，然后站起来朝我跑来。许是跪了太久，他从台阶摔下，摔在雨里，弄脏了他的白衣。他整个人扑在地上，狼狈不堪，手掌也被划破。我跑去扶着他，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。荣熙，我好疼，刚刚摔那一下，我觉得好疼。他在雨里哭得很伤心，他说他很疼，我也很疼。我看见他的样子，忍不住心疼。我安抚他，和他一起哭。宁真，你哭出来吧。最后他说：“荣熙，我没有爹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看着我爹死在我的面前，他让我活下去，可是荣熙，我要怎样活下去啊？”他向来是意气风发，骄傲明媚的像太阳，无所不能的样子。
我压下心疼，将他抱在怀里。宁真，你还有我，你要活下来，为了你爹，也为了你自己。少年家逢变故，一夜长大。他在雨里哭了一晚上，我守在他身边，陪了他一夜，直到第二日，太监推开府门，径直朝宁真走来。我恍然回神，拿着刀站在宁真身前。我那时顾不得那么多，只以为他们要处死宁真。那人越靠越近，而后宁真的手搭在我的肩膀，小声道：“荣熙，我没事。”他们是来带宁真走的。走时，宁真告诉我，要我等他回来就娶我。后来我听闻是他说他要去边关效力，为平南王赎罪。可我记得他那晚说的话，他说：“荣熙，你信我，我爹不会谋逆。”电光火石间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身边的人闭上眼睛，呼吸平稳，房间带着淡淡熏香，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忽的，楚一开口道：“要是你睡不着，我们可以干点别的。”他侧身含笑看着我。听闻荣家小娘子容色一等一的好看，你说这良辰美景，洞房花烛的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警惕起来，语气蓦地变得尖锐。楚意，是你说应付的。他抓住我的手，将我压在身下，他目光黑沉沉的，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上，只道：“既然不想，那就休息。”我于是老老实实闭上眼睛，他轻笑一声，退了回去。皇宫举行赛马，楚意带着我去了。他不经赛马，我也不经，两人凑一起抱着瓜子嗑。他时不时点评一番，什么七皇子的马都比他人帅，大皇子最近伙食不错，身宽体盘。他说的小声，我听着也忍不住笑。他见我笑了，又小声说句：“你笑就笑，你别盯着大皇子笑，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在笑他。”平心而论，与楚意结婚是件快乐的事情，他有趣生动，总能把烦闷的生活过得十分快乐。他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可我总觉得他不快乐，至少不是他表面上的那么快乐。他总是对事物有种极度无趣的看法，就像生活，他也是得过且过。所以他并不在意下夜喝多了井水会拉肚子，并不在意街尾馄饨摊不干净，也并不在意他未来的妻子是谁。我甚至怀疑，若有一日他不想过了，随时都会离开。他侧身问我，指着高台上的一团绣球花：“你要不要？拿到了可有一匹焦纱，用来做衣服特别好看，而且很凉快。”我有些心动，焦纱千金难求，皇室都很难拥有。听说用焦纱做的衣服，在夏天穿十分凉快。可那焦纱需要赛马赢得，我还未开口，楚意就站起身来：“等着，小爷，我给你去取。”赛马最后赢的那人是宁真，他似乎没想到还有楚意会上场，目光轻轻扫过我。楚意看着他笑笑，嘴里说着讨饶的话，语气却没有什么变化。“哎呀，我可比不过你，你可得给我放水啊！”话落，身下马跑得飞快，他回头朝我一笑，嘴里说着什么，我不免担忧起来。目光追逐着马场上的身影，宁真反应过来，不多时便领先一步。楚意的马忽然跃起，像发了狂，他拼命握紧缰绳，眼神盯着前方的人，握着缰绳的手渗出血来。他露出一个笑来，马儿速度极快，几乎出现重影，超过前面的宁真。我心猛地提上来，宁真伸手拽着那团绣球花，那马却怎么也停不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楚意翻身下马，因为冲击力，他摔在地上，吐出一口鲜血。我跑过去，心疼的想扶住他，他却朝我笑了，露出他的血盆大口，让我又想笑又想哭。我红着眼睛，习惯性想拍他一下。为了一匹焦纱，你命都不要了？他缓了2秒，才慢慢站起来，手里死死握着那团绣球花，然后一瘸一拐地朝高台上的帝王跪下。老皇帝很高兴，又是夸赞又是半真半假的心疼。不愧是我楚家的儿郎，不过至于为了这点奖赏这么拼命。楚意歪头一笑，挥了挥手里的绣球。这不是为了拿到焦纱给我家娘子做衣服。他一身狼狈，手心破开了一个口子，却回头朝我笑。我一时有些难受，小声朝他道：“我也不是非要用焦纱做衣服。”楚意轻笑一声，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没出息，这就感动了。”老皇帝夸我们夫妻情深，旁人也多多少少附和一番。我搀扶着楚意回身，便对上了宁真的目光。他忙低下头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看不出情绪。我没再看他，扶着楚意离开。
楚毅这一摔，足足躺了半月，我因着心里的愧疚，几乎是手把手的照顾。可楚毅惯会蹬鼻子上脸，连喂饭都要我亲力亲为。每每被气到跳脚，他又开始笑着哄我：好啦好啦，别生气啦，下次小爷带你出去玩。好在他总算好起来了。他闲得无聊，整日待在院子里写画本，我对这玩意也上瘾了，开始整日整夜的看，有时甚至看到天亮，熬得眼睛下面发青。他有时笑我，说我大家闺秀怎么也爱看这玩意。我又急又恼，对着他的脚猛地踩了一脚。苍天可见，我并非脾气暴躁之人，可气死人，这玩意。他似乎很喜欢看我生气，猛地一下将我拉入他的怀里，笑声好听，低声哄道：好啦，不笑你了，我的画本子都给你们看。然后我的怒气就莫名其妙平息下来。他生活并不规律，因着写画本，昼夜颠倒是常事。有时他饿了，会去厨房煮面，拉上我一起吃。他手艺好，会做各种零嘴肉干。嫁过来不过半年，我便又胖了一圈。回去我娘看见我便笑得见眉不见眼，嘴都合不拢了。娘的眼光不会错的，看你嫁去不过半年，人性子都变得活泼了。说完，他又抹着眼泪。早知道这样就好了。走时，他隐晦看了我一眼，塞了我一个包裹。下次回来，娘说不定就能抱外甥。夜里我就着烛火看完手里的书，想到我娘递给我的画本，打开便红了脸，手里的书掉了下来。我虽未经人事，可该懂的都懂了。楚毅还在对面写画本，听见动静便凑上来，捡起地上的书。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有些揶揄：荣熙，看不出来。我顿时无语凝噎，空气变得有些尴尬。不是我。他的点头。不是你，是我。我与楚毅同床共枕已经很久，可唯独今日有些尴尬。他忽然伸手将我揽入怀里，小声说道：蓉蓉。我呼吸蓦地有些急促，搭在我腰间的手掌变得滚烫。蓉蓉，我们试试。是什么？他手指划过我的腰，引起一阵战栗。可以吗？他小声道：蓉蓉，我是个男人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红着脸，声音颤抖。楚毅，不行。楚毅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。我骗你的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我知我和楚毅成婚，便会有这样一天，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，以后还会有孩子。至于宁真，自他退回庚帖那日，我们就不可能了。可到底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。我窝进楚毅怀里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小声说道：楚毅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他身体一僵，嘴里忍不住嘀咕：我哪天没有好好过日子。楚毅带我去花灯节那日，我遇见了宁真和那位严姑娘。彼时楚毅牵着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然后便撞到了宁真怀里。他扶着我，眼里情绪不明。最后楚毅将我拉在身后，朝他笑了笑：多谢你帮了我家娘子，不过日后我定会好好护着。宁真看着面前的楚毅，手里握成拳，身边的红衣女子忙伸手挽住宁真胳膊，笑面如花。变故便是发生在这时，人群忽地出现一批人，手持着刀，便朝宁真而来。两方人马厮杀，混乱中，红衣女子牵着我跃马便走。她力气极大，我挣脱不开。后面的人穷追不舍，马在城外的山前停下，不知道到了哪里。歹人越逼越近，严严伸手将我护在身后，手里的刀朝那歹人挥去，血溅了他满脸。他回头不好意思朝我笑笑：你别害怕，我会护着你。他将我安置好，便孤身一人去了那几人那里。他武功厉害，很轻易便杀了那几人，可还是受伤了。他毫不在意，我伸手搀扶着他。夜色很黑，只有星光点点。夜里下了雨，我扶着他进了山洞。他脸色苍白，身上满是血迹。我小声问他：今日你为何要救我？他道：今日本就是我和宁真连累你了。我没有问他和宁真的事情。外面大雨瓢泼，他看着我，小声问我：你真的不喜欢宁真了吗？我愣了愣，然后才道：我已经嫁为人妇，同宁真本就没什么关系。那个带我夜里看花，为我放了一程灯火少年，终究同我是有缘无分。严严冷哼一声：也是，只有宁真是傻子。我瞥他一眼，他却已经转过脸假寐。我只当他介怀我和宁真之间的事情，于是认真道：
你和宁真如今真心相爱，不必在意我同他之间的事情。他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我如今对他也没有当初那般动心。我的夫君是个极好之人，我如今对他也有男女之意。妍妍是个好人，我希望他和宁真都好好的。你如何知道宁真不喜欢你？他睁眼瞧着我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我认真道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如今就算你说他心里有我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有苦衷，我们之间也是不可能了。我已经是楚意的王妃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经不喜欢宁真了。我和我的夫君日后会过得很快乐。话说出口，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。带我夜里看花，给我放一程灯花的人固然好，我记得那漂亮的景色，记得宁真漂亮的眉眼，可那个哄我开心，带我去玩，给我煮面的人，在无数小事上占据我的生活。他顽劣，似乎很不务正业，甚至有时候让人生气，可他温柔、尊重、爱护我，让我无趣的世界忽然鲜活起来。夜里雨停，我和妍妍依偎在一起，有些打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洞口忽然响起楚意有些焦灼的声音，我忙起身大声回应。一点火光在洞口亮起，火把后是楚意焦灼的脸，他的衣服也被划破了几道口子。我摸黑跑过去，他一把拽过我。你吓死我了！明明是那样生气的神色，我却忽然觉得安心，忍不住笑起来。楚意，你来了！洞口的风吹过来，我被冻得一个哆嗦。他将我抱在怀里，脱掉外袍盖在我的身上。我来带你回家。他嘴里絮絮叨叨，冷不冷？回家洗个热水澡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他如今浑身上下狼狈不堪，却还在关心我冷不冷。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，他向来是对万事都漫不经心，带着骨子里的淡漠。我心里一暖，回抱住他，朝他笑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似乎想了许久，才开口道：我今夜找了你很久，我害怕你出事。顿了顿，他又道：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是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，我对你好，我就想让你知道。我朝他笑，心口只觉得一阵暖意。不一会，拿着火把的宁真也出现在了洞口，他眼里焦灼和担忧不加掩饰，在看见我安然无恙时，又渐渐退去。严姑娘受伤了，在里面。我朝他道，他点头致谢，径直朝里面走去。楚意揉揉我的脑袋，眼神带着安抚，然后背对我俯身弯腰。走吧，小爷我背你回家。我靠在他的肩膀，山路泥泞湿滑，我却觉得格外心安。他低声哼起不知名的小调，咿呀呀，带着江南烟雨的味道。我安静趴在他的背上，小声问他：楚意，你怎么对我这样好好呀？他轻笑一声，没出息，这就感动了。你是我娘子，对你好是天经地义的。我脸一红，提亲的时候还说只是应付，如今一口一个娘子，我不安地扭动了一下。他身子顿住，然后才笑道：摔了我可不负责。他语气没有责备，身后脚步声忽然停住，我忍不住回头去看，宁真拿着火把跟在后头。楚意声音响起：荣熙，你好点照路，别烧着我的头发了。我忙回神，不敢分心。楚意那日后又开始成日待在家里写话本，他自己开了书社，不管是官家小姐还是平民百姓都爱看他的书，甚至到达了一书难求的地步。我也才知道，楚意便是井中最热门话本《村长旧情难忘》的作者荣义公子，而我打着为他纠错的名头，是京中最先看见初稿的人。若是说出去，怕是要引得不少人的艳羡，他不愿意说，许是怕别人知道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这也成了我和他之间的秘密。那匹焦纱被做成了2件衣服，我和楚意一人一件，薄薄轻纱在阳光下泛着波光粼粼，穿上确实凉爽，不过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稀奇。我还笑着说我们的衣服是配套的，看着像一对。他拿着笔的手停住，好笑地看着我。我们本来就是一对。我红着脸瞪他一眼，看着衣服却愈发欢喜。只是没穿多久，天气便转凉了。楚意在天气转凉之际生了一场大病，安王妃特意来看了他一次，只让我好好照顾他，又急匆匆和安王回了京郊别院。他们已经不问朝廷之事，每日过得舒心自在。我也乐得不用处理婆媳关系。楚意这次生病，主要还是平日作息饮食不规律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体，甚至死去都无所谓。他生病在床上躺了许久，一直没有好起来，终于在一次夜里被我发现了端倪。
他倒掉了熬好的药，被我撞了个正着。他似乎也没想到我会忽然出现，手里的碗几乎要拿不住，苍白的脸罕见出现一丝慌乱。我冷着脸，又让人去熬了一碗。他躺在床上装睡，我坐在他床边，压抑着心头的怒火，问：你为什么要把药倒掉？他闭着眼睛，装聋作哑。我伸手轻轻推了他一下，他才不情不愿地睁眼，小声道：反正自己会好，不吃药也行。这话让我气笑了。我毫不怀疑，之前他每次生病都是这样过来的。我坐在他身边，笑得胸腔震颤，火气一股脑往上冒。那万一要是他自己好不了呢？我问。他拿被子挡住我的视线，又被我一把扯下。他眉心微微皱起，语气开始有些不耐。我说了，会自己好的。我沉默2秒。要是好不了呢？楚意安抚道：不会的，相信我。他话一出口，我便觉得气血上涌。楚意就是有这种气人的本事。要是自己好不了，你是不是干脆等死？我看着他漂亮眼睛，认真，他嗓音一下子就软了下来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我眼泪瞬间落下。他说：好啦好啦，我下次一定老老实实喝药。莫名的，我就觉得有些委屈。他总是这样，惯会骗人，也惯会哄人，总能安抚我炸毛的情绪，然后死性不改。他手足无措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抱着我，像哄孩子一样，安抚道：你别哭了，我不骗你了。我轻轻推开他，声音带着哭腔：楚意，你为什么那么想死？我看见他素来毫无生机的眼睛出现了别样情绪。人生来就要死去，不过早晚，你何必这样难过？我抓住他有些冰凉的手，将温暖渡过去。可是我不想你死去，你爹你娘也不想你死去。楚意唇角勾了勾，笑得很是无所谓。他将脑袋靠在我的肩膀，我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疲惫。他说：这里的生活太无趣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每天都要很努力，去睁眼看第二天的太阳，可是第二天依旧是一样的太阳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。他看着我道：要是有一天你知道真相了，你会怪我吗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只知道他现在似乎很难过。于是抱着他，小声安抚：你每日看见的太阳都是新太阳。他笑了笑：你怎么会知道真相？于是他老老实实喝了药，然后漂亮的脸皱成了苦瓜。你怕苦？我问他。我安抚他，像哄着小孩：你别怕，明日我给你准备蜜饯。楚意摇头笑：我又不是小孩了。我睡在他身边，将他贪凉的腿用被子盖上。如今入秋，夜晚降温，可楚意向来爱将脚伸出被子。楚意，你可不能想着死，不然我就只能去尼姑庵了，别人可是会叫我小寡妇的。他笑：那我下次就写王爷的寡妇。我用力捏了捏他的脸，小声道：你俗不俗？闹了半宿，我才躺在他的怀里睡去。他往日生机只浮现于表面，可今日我看见他枯萎的灵魂开出了花。原来楚意这样有意思的人，也有那么多烦心事。自那日后，楚意不再抗拒吃药，只是那日我就习惯性在身上带一袋糖，每次吃完药就给他喂一颗。他似乎有些黏着我，去哪都要带上我一起。他的话本子停了许久，又开始动笔了。终稿总算在冬天来临之前写完。他不愿意让我看，出于好奇，我还是买了一本，书名赫然是婚后记事，描述了很多事情，都是我与他婚后的相处小事，有些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他笔下的那个女子，娇嗔、活泼、温柔、有趣，偶尔会耍小性子，还爱买一堆无用的东西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这样生动的人。我想到我买的许多东西，原来在他眼里就是无用。我瞪向不远处拿着我新买的琉璃灯盏桥的男人，开口问道：你觉得这个有用没用？楚意看着我，笑得开心。琉璃盏很漂亮，放在屋子里肯定更好看，娘子真是顾家又贤惠。我放下手里的书：楚意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又贵又不实用？楚意摇头，很无辜的模样。娘子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你是不是还觉得我买的胭脂没用，每次都买一堆，每罐只用1-2次，放到发霉？还有夏天的那床蚊帐，你说我贪便宜，其实又闷又热，还挡不住蚊子。还有那次买衣服，你说桃红色我穿起来像粉色大扑棱蛾子，说我听别人夸几句就开始傻不愣登掏银子，最后买回来不穿，放家里压箱底。
虚伪，虚伪的男人。我买的时候，他可说我穿粉色娇嫩，像桃花仙子，还有蚊帐。他说我花这么点银子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，贤惠又顾家。楚义这个虚伪的男人。楚义脸色一变，他镇定道：娘子，你可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我冷笑一声，指着文里一个片段道：你是怎么好意思写我吃饭放屁的？你自己呢？你躲被窝里放屁，我说你什么了？我越想越气，气到站起身来，手舞足蹈的比划。哈，我还给你留面子，我还装作睡着了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屁超级臭，把我快臭死了。而你呢？你明明可以放外面，你偏不，你就是要臭我。娘子，你是个姑娘家，不要天天把屁呀挂嘴边。他很是镇定地看了眼书，然后道：不是我写的。我被气笑了，真是好生不要脸的人。对，不是你写的，是小狗写的。他眼睛含笑，然后闭上眼睛点点头。娘子说的都对。我冷笑一声。楚义，原来你也知道不能睁眼说瞎话。他睁眼，眼里笑意盎然，凑近我，忽然亲了我的脸颊，让我顿时泄气，也不知该气还是不该，最后才安了个由头。楚义真是不尊重我，我都这样生气了，他还亲我。你不许亲我。楚义笑着抱住我，又亲我一下。我就要亲你。我用力擦脸，用力呸一声。你不要脸。我不要脸。他笑着安抚道：好啦，别生气啦。其实我也没那么生气，那个回合的结尾，他是这样说道：其实有时我并不懂姑娘家的心思，在我眼里，那些小玩意最大的用处，或许便是让她欢喜，这千金难买。年前我和他去街上买了年货，将王府弄得喜气洋洋，安王和安王妃都不打算回来过年，宁真给丫鬟小厮都发了打赏银钱。我们又去京城商铺，过年他带我去皇宫吃了年夜饭，回宫时下了一场大雪，鞋有些磨脚，他就背着我走过长长的街，我提着灯笼替他照清夜路，他的脚步很稳，身上的香味很好闻。临到王府，我们碰见了一身玄色的宁真，他瘦了很多，脸颊都有些凹陷。算起来，我和他也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了。楚义脚步停下，将我放下，目光温柔，看着我道：你们聊聊，我在前方等你。宁真看着我，目光眷恋，眼眶泛红，他低下头，没有看我的眼睛，开口问道：这些日子过得可好？我不懂他突如其来的问候，只是点头。楚义待我很好。他忽然伸手将我揽在怀里，我心里涌上一股惊慌，于是胡乱伸手去拍他。他力气很大，几乎是将我箍在怀里，我用力推他，最后用力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。宁真慌乱地想说什么，却最终什么也没说。别碰我！我看着眼前的人，只觉得陌生极了。宁真没有说什么，他低下头，我快步朝前跑去，然后钻进了楚义的披风里。他用力搓了搓我的手，哈了一口气，问我冷不冷。他没问我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忽然道：今年我带你出去住。我抬头问他什么时候出发。楚义看着我，犹豫2秒，然后道：明天吧。这么急吗？东西都没收拾。楚义笑起来：北国今年的梅花开了，很好看，要是现在出发，可以赶在梅花凋谢看见。我想了想，于是点头同意。大雪赴京城，我嫁给楚义，原来已经快有1年吗？日日同床共枕，可亲密之余又没有多大突破。如今我画本子看了不少，没吃过猪肉，但是也看过猪跑。我忍不住看一眼他的某处，然后开口问道：楚义，你是不是不行？楚义素来带着笑的眼睛变得黑沉。那蓉蓉，你要试试吗？我矜持点头，红着脸小声答道：既然你都说了，那就试试吧。当夜情到浓时，楚义在我耳边一遍遍喊着蓉蓉。意乱情迷间，楚义低声喘气，然后将我滚成了一团。他红着脸，在冬夜出了一身汗，小声开口：蓉蓉，现在不行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不好继续打击他，看来楚义真的不行。我小声安抚他：没事的，明天我们就找大夫瞧瞧，我们找北国的大夫，那里没人认识我们。楚义冷笑一声：娘子真是体贴。我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楚义真是善良，都这个时候还是那么善于发现我身上的美好品质。我于是继续安抚道：没事，
会好起来的，你不行我也不嫌弃你。可我们到底没有走成。在我和楚义讨论行不行这个问题时，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宁真领着20万精兵，连夜包围了皇宫，还有各位权臣的家里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和楚义就被人抓去了皇宫。楚义没什么反应，只是安抚道：“不会有事的。”我被带到一处宫殿，不清楚外面的状况，可外面却时不时传来惨叫，声声凄厉，是有人在受刑。给我送饭的是一小丫鬟，偶尔会和我说几句话，可她和我一样，也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，未知事物总是叫人恐惧。我开始连夜做噩梦，醒来又疯狂想楚义，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太恐怖了。我开始试着和外面的人交流，可外面的守卫并不理我。我躺在床上，数着时间流逝。终于，第15日的时候，我的房门被打开了，宁真走了进来。她眼下青黑，眼神却很兴奋。太久没有与人交流，我甚至不知该说什么，直到她上前抱住我，我才回神用力推开她。我看着她的嘴一张一合，脑子却一片空白，思考许久才明白她的话。她说她不理我，退回我的庚帖是为了保护我。她说她做的这一切都为了给她爹报仇。她说要我原谅她。奇怪的是，我并不意外。我看着她，然后道：“所以呢？”她话顿住，看着我的眼睛里划过一抹哀伤。我想我们之间回到过去。话落，我看见门外离开的红色背影，脊背挺直，渐行渐远。我看着他，忍不住笑了。宁真，若不是你，或许我和楚义今天已经到了北国。楚义是我拜过天地的丈夫，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怎么样了？你说你喜欢我，可是自你回来，却一直在伤害我。我等你3年，你哪怕说你变心了，或许我都不会像现在这样伤心。宁真，因为你并不相信我，所以明明有更好的方式解决，你却选了明知会让我伤心的那种。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小声对他说道：“宁真啊，我知道你的痛苦，可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，造就了你怎样的性格，这都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。你不该这样对我的，你不该绑架我的丈夫。哪怕今日我不是我，不是你爱的人，只是你身边的陌生人，你都不应该这样伤害别人，利用别人，践踏别人的真心。我喜欢的那个宁真，一身清白，正直善良，保护弱者，可她不是你。”宁真低笑出声：“是吗？那个宁真或许死了吧？”严姑娘刚走，我看着她，认真道：“你不要再伤害喜欢你的人了。”宁真不听，她带我看了京城上空满城的灯火，和我絮絮叨叨地讲着话，讲她边关3年的事情，讲她如何想我。她说：“可惜时候未到，现在不能带你去看杜鹃花。你说过我带你看花，你就嫁给我。”我看着她，从袖口掏出一把匕首，抵到她的脖颈。我要见楚义。她看着我，愣了许久，然后笑了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了？她看着我，双手垂下，整个人显得十分落寞。其实我早知道了，只是一直不愿意相信。荣熙，我偏要勉强。我看着她，然后笑了。有些东西勉强不得。我又把刀放着自己脖颈，划破的那瞬即，疼得我落下泪来。我在赌他会心软。他看着我，笑得苍凉。荣熙，你走吧。我和楚义离开京城时，去看了我爹，他头发白了很多，像是一下子苍老了10岁。他辞了官，带着我娘准备回老家。我和楚义商量每年回去住一段时间，他也没异议。他似乎变了很多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像是放下了什么烦心事。我问他，他只是笑。离开的匆忙，一方面是怕宁真反悔，另一方面是想去赶早春的桃花。他依旧写话本，将书社开在了各地，只是书里的内容变成我与他的婚后记事，流水账一样的内容，可依旧是一书难求。他带我去了个地，我看了巍峨的山，奔流的河，早春的桃花，山顶未化的雪，江南小镇的桥，还有北国的蓝眼睛的漂亮少年，这些于我而言都是新奇又有趣的。也在各地领略楚义的行不行？其实挺行。偶尔我也会想起皇城的黑衣少年，漂亮的眉眼，翻过太师府高高的院子，为我带来一束花。我问楚义，要是我当年对宁真旧情难忘，他会怎样？楚义只是将我抱在怀里。我相信你。我认同点头。你要相信我。楚义垂眼看着我，偷偷亲了我一口。
老夫老妻的，他不害臊。番外，楚艺日记。我爱上了我书里的女主，那个和男主走虐恋情深，最后被害得家破人亡，流产被送去和亲又被抢回来的工具人。一开始我其实很讨厌她，我来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，感觉活着真没意思，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。好在荣熙比较有意思，我看着他慢慢长大，和我书里的人性格背道而驰。他小时候真邋遢，装乖学生，在夫子那里告我黑状，偷藏我的玉佩在树底下，长大了装模作样，装知书达理大家闺秀。偏偏他在男主那里不这样，让人头疼。我和他结婚了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还想了许久，最后想明白，我一定是贪她漂亮。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我居然是个好色之徒。她很鲜活，很可爱，让我一下子意识到了，她现在不单单是个虚构的纸片人。所以我很难过，觉得自己真是个残忍的刽子手，他们的结局都是我定的，是我要这些人下场凄凉。我一难过就想去死，死了就不难过了。我觉得我很快就会死，可他在身边，我忽然没那么想死了。他还把我当小孩子，真是的，我可不喜欢吃甜的，不过是他给的，勉勉强强还可以吧。我就喜欢看他没出息的样子，如果死了就看不见了。我好像有点喜欢他了，我想让他更喜欢我一点。我怕他走向结局那个样子，我想带他走，可是好像来不及了。妈的，气死了，早知道连夜就跑了。我才不碰他，我怕他没那么喜欢我，等下后悔了就不好了。我后悔了，他说我不行，小姑娘就是小姑娘，等下露一手吓死他。他千万不能选男主，不然我就不管他了。还是管吧，毕竟是我老婆，只是眼睛不好而已。他好像没有选男主，他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他就是喜欢我，还想和我讨论人类生育计划。他肯定贪图我的美色。他今天藏了我的冰棍，说我死性不改，记仇。他今天看那个蓝眼睛的臭男人3眼，记仇加1。他今天夸那个卖花的男人好看，记仇。番外，宁真。遇见荣家小娘子那日是个春天，天气渐暖，桃花一夜之间都开了花。隔壁书院热闹得很，我听着夫子的讲课声在樟树上直打盹。3思而后行，那日学堂念了许多，我却只记得这句。树下有人在自言自语的嘀嘀咕咕，那是个姑娘家的声音。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，便见她用手爬着地上的泥土埋着什么东西，一边掉眼泪一边说，让你欺负我。小姑娘哭得很可怜，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，软乎乎的包子脸都哭红了。我就在树上倒挂下来，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她红着眼睛小声抽打，我叫荣熙。这才是我和荣熙的第一次见面。我问他为什么哭，他哭得更伤心了。楚艺欺负我，他说我是邋遢鬼。楚艺这人我知道，性子孤僻，却不是个欺负小丫头的人。他哭得伤心，我看不过去，于是带他去京城街上吃馄饨。我其实已经记不太清那日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馄饨很香。我们从书院跑出去，跑遍了整个京城。我将一个偷老人银子的小偷揍趴下，他果然不哭了，满心满眼都是对我的崇拜。他说我是大好人，是大英雄。回来时他累了，我将他背在背上，他脏兮兮的手抓着我肩膀上的衣服，睡觉的口水打湿了我的肩膀。没有3思而后行，我私自带他出去，害得太师府的人好找，也害得荣安被揍。我爹押着我去太师府道歉时，我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。他当着太傅的面做事要抽我几鞭子时，荣熙就红着眼睛求我爹爹。他说我是大英雄，让他不要揍我。其实我已经习惯被揍了，只是第一次有人替我求情。我朝他笑，大英雄才不怕被揍呢，因为自古邪不胜正。话刚落音，我爹的鞭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好吧，其实大英雄也怕疼。荣熙哭得几乎要昏厥过去，他固执抱着我的背，用可怜的目光落在我爹身上。到底面对姑娘家，我爹心软了。他其实很聪明，向来知道这些大人吃哪一套。我不喜欢我爹，即便他是百姓心里的战神，是常胜将军，我也不喜欢他。我娘死得早，死的那天他还待在武场训练士兵，等他急匆匆回来，我娘已经断气了。我娘死前就想见他最后一面。他压着我练武，逼我接替他的位置，可我并不想当什么大将军，
我想当江湖的少侠，去行侠仗义。我喜欢临安的烟花，喜欢跑过各处的桥，一辈子太长了，我想到处看看。可我爹不许，他容不得我忤逆他，于是我被揍其实是常事。荣熙忘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后来他以为的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那时她变漂亮了，长高了很多，温柔似水的模样，再也不见当年脏兮兮的样子。我将她抱上马，逗她，她很容易就脸红了。我教她骑马，她怎么也学不会，我就放弃了。那日我回去，不出意外又被揍了。我爹的鞭子指着我，让我跪下，让我想今日做错了什么。我想了想，道：我不该逃课，不该顶撞夫子，不该不听爹的话。他板着脸给了我一巴掌，问还有呢。我想到荣熙，嘴硬道：我那是给你去找未来儿媳妇，算不得做错。于是我爹的鞭子又落下，他素来崇尚棍棒底下出孝子，其实那话我就是气他，可后来我是真的很想娶荣熙做妻子。那晚我又去找他了，坐在他的窗边，给他带了一盏灯花。他很喜欢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承诺说给以后给他放一程的烟花，他就着灯给我擦药，心疼我身上的伤，几度落下泪来。他给我讲他爹和他娘的事情，他爹对他娘很好，不纳妾，纵容他娘做想做的事情。而荣熙一看便是千娇百宠着长大的姑娘，太傅从不让她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他问我爹和我娘是怎样的。我娘很少能见我爹，因为他很忙，一年都很难回来一次，即便回来也是对我非打即骂。后来我娘死了，边关安稳，他回了京，我和他每日相处，不是我气他，就是他追着我揍。我以为我很讨厌他。荣熙很心疼我，每次给我擦脸上的伤时都会红眼睛。我没有见过这样喜欢哭的人，胆小爱哭，像朵漂亮脆弱的白芍药。我哄着他说自己不疼，让他别哭，可每次我都会带着一身伤去找他，我想让他心疼我，让我觉得我也是有人心疼的。后来我时时去找他，偷偷翻他院子的墙，有时给他带路边的小雏菊，有时给他带街尾的糖葫芦，有时还有姑娘家喜欢的发簪胭脂水粉。他每次都很喜欢这些小玩意，我每次都觉得是我聪明，轻易便知道他喜欢的，可他怎么会缺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玩意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因为喜欢我才喜欢上这些小玩意。我喜欢他心疼我，我也喜欢他。10几岁的时候，我大侠梦后面又多了一条，我想娶荣熙回家，想带荣熙去看我喜欢的那个世界。我爹也常说人要三思而后行，可我喜欢他，所以才不管什么三思而后行，我就想见他，就想娶她回家。我带他出城，带他夜里看花，带他在夏季房梁上看星星，吃冰凉的葡萄汁，给他放满城的明灯。直到那次我找他回来，被我爹撞见，我爹说我不该这样自私，人要三思而后行。初见那次我带他抓小偷，若是那小偷是报复心强的歹徒，后续报复在荣熙身上，他会遭遇什么？我不敢想。我夜里去见他，若是别旁人知晓，他会被人怎样非议，我也不敢想。我爹罕见的没有揍我，只是让我跪了一夜，可少年时期的我只记得那夜月光冰凉入水，我顾不得那么多，总想着小心一点，再小心一点。我那时想我们会成婚，会生很多孩子，也不要很多，一个就好了，是男孩就叫宁安，女孩就叫宁毅。我希望他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。我带着他出去玩，带他见新鲜的事物，我会对他很好，那时我就不弄得一身伤了，这样他看见我就不会掉眼泪了。可我们没有以后了。在我说上门提亲的那天，我爹被诬陷谋逆，在我家发现一件龙袍，多年功绩毁于一旦。他在皇帝面前跪了许久，用皇帝曾赐下的免死金牌救我一命，或许是皇帝还有一丝良知，又或许留下我的命可以保全他的名声。总之他留下了我的命。而那个让我讨厌的男人就这样死了，他脑袋挂在城墙之上，那个把一生对献给了战场，献给百姓的人，最终下场不得善终。你看，他最终只得到帝王的猜忌，百姓的唾骂，他真没用。荣熙那日来找我了，我忽然不敢哭了，我只告诉他，我说我疼。他让我哭出来，以弱之躯挡在我的身前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拿刀，他浑身湿透，狼狈又脆弱。
可这样的他，我却记了好多年。我祈求皇帝，我说我爹罪孽深重，狼子野心，要去边关给我爹赎罪。我好像一点也不知情，一身清白。于是他同意了。可我爹那人啊，又有什么罪呢？我以为我恨他的，可是好像并没有。走时我要容熙等我，就让我再自私一次吧。我在漫天黄沙里厮杀，过着我爹过的日子。我一步步往上爬，收复了我爹都不曾收复的疆土。他们说我是天生的战神，说我比我爹当初还骁勇善战。他们说我不怕死，不要命。京城的圣旨几次传到边关，我似乎能想到老皇帝需要我，又忌惮我夜不能寐的模样。他或许会后悔，后悔当年没有斩草除根。我也曾在敌军手里几次都差点活不过来了。那次长剑抵到我的心口时，我忽然想到了荣熙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到他了，只是每当生命力流失的时候，他就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拼命地活下去。我在梦里告诉他，边关太苦了，我太累了。我想他心疼我，可梦醒是鼻尖除了许久没有洗澡的汗味，夹杂着怎么也去不掉的血腥味。我这样的人啊，怎么配得上他？我救了个叫妍妍的女人，她很聪明，许多战役都是她出谋划策。她知道我的计划，她说她帮我，我能看出她对我的心意。边关收复，奉诏回京，我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。后来我学会了三思后行，却做了很多伤人的事情，我还把她气病了。她昏迷了许久，在梦里总说要我带她去看花，我偷偷去看她，守在她身边，祈祷她好起来，可我不敢见她。我故意和妍妍表现亲密，划清我和她之间的界限，我践踏她的心意，糟蹋她的喜欢。后来的一切都如我所愿，她嫁人了，与我彻底没有关系了。我却极度的发疯，可我不能表露，甚至连借酒消愁都做不到。太多人盯着我了，我甚至连多看她2眼都是奢侈。我总觉得她是喜欢我的，我安慰自己，只要她还喜欢我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后来我再见她，我感觉她没那么喜欢我了，她慢慢喜欢上了楚逸。后来我们的每次见面，她似乎都比上一次更喜欢楚逸。多可怕啊！我看着她喜欢上别人。妍妍告诉我，荣熙不爱我了，我不信，可又不能不信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，他不爱我了。后来我造反了，杀了老皇帝，我爹的罪名便由我来坐实好了。我有时也分不清，我到底是为了给我爹报仇，还是被权势迷了眼睛。大业已成，我绑走了楚逸，想抢回荣熙。我总想着，只要我对他足够好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。我带他去看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，带他看满京上空的灯火。我说要他做万人之上的皇后，可他只是看着我，拿刀要挟我放了楚逸。他那样害怕，拿刀的手还在颤抖，可他又那样坚定。他说，你别让我觉得当初喜欢你是件恶心的事情。他眼里的厌恶一下子刺痛了我。我和他解释，我说我是怕连累他，若我造反失败，他和我过于亲密，只会一起死。可他看着我，眼睛冷得不像话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所以伤害我，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他拿着刀放在了自己的脖颈，他要我放了楚逸。我想到了几年前的雨夜，他也是这样护着我，可是如今他护着旁人了。我喜欢他，我不想伤害他，可我还是伤害他了。荣熙，其实我也觉得好笑。我和我爹一样，好像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我爹也是，他说他最爱我，可是又总是伤害我，让我羡慕楚逸，羡慕荣安、荣熙。有时候我甚至想，要是我爹不是他就好了。你看，总有人打着爱的名义去伤害别人，可我不想伤害他了，我放过他了。登基那日，下了场大雪，我随着陈钟声走向覆雪阶梯，身上的华服压得我快喘不上气来。我站在高台，接受着万民朝拜，抬眼只看见城外的雪山连绵，像一幅寂寥的山水画。我好像看见了穿着黑衣的少年，背上背着剑，从城门打马而来。他手里拿着路边采的花，要去见自己心爱的姑娘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